嗨，大家好，我是艾伦，欢迎回到艾伦的生活纪录频道。欢迎大家来到德国柏林2025年的IFA现场。太夸张了！整个展场非常之大，大概就是3到5倍的南港展览馆这么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需要用IFA的 App， 他们的 App 设计的非常好，你可以看到有所有参展的厂商们，然后他们分别在哪一个的位置，然后还有地图。因为你在这里真的可能会迷路，你要找一家厂商真的会找不到。就这个地图有这么的大，你看，这个是21场。这个是20场，然后它整整有超过27个场馆，太扯了吧！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 Creator Hub， 就是他们这一次其实蛮欢迎创作者们来去参加IFA这个活动的，然后有特别保留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有一点像是媒体中心这样子，但是是只有 Creator 可以进来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吃吃喝喝休息一下，或者是打卡上传内容的东西。他们还有特别为创作者准备了一个纪念品，一个IFA的 merch，IFA 的贴纸，这个是 UFI 的像 Find My 这样子的一个设备。我觉得它跟 Computex 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Computex 绝大部分还是 To B 的，但是IFA这个展览它不是只有 To B 的，它还有非常多 To C 的部分，就是一般的消费者可以进来逛展看东西的地方。像今年IFA2025，它的主要的核心就是 Innovation for All 嘛，就刚好是代表着 IFA 这3个字，所以所有参展的厂商们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AI 来去表达他们对于未来科技的想象。今年的主题跟布局总共可以大致的分为11个区域，我们一个一个展区去大致的逛一下。我现在来到的第一个场馆就是家电馆，所以这里有非常多我们曾经合作过的客户，我觉得他们在比浮夸的。LG 直接把所有的洗衣机跟冰箱们摆在这里，做了一个家电交响曲。LG。各位，我现在在 Anchor 的展位这边看到一个很扯的东西。你们知道现在的扫地机器人可以做到怎么样了吗？扫地机器人可以上楼梯 ，What？ 他现在在干嘛？好，他今天走进去了。然后他要爬楼梯了吗？认真。真假啦？Anchor 真的很扯，他们在欧美的市场非常的大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爬楼机这样子的扫地机器人，基本上是比较不会在亚洲上市，亚洲的楼梯比较多嘛。但是 Anchor 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的产品，包括我们之前开箱过的 Anchor Soundcore相关的喇叭啊，然后行动电源啊这些东西也都很多。那 UFI 算是 Soundcore 的一个子品牌，就是专门做家电啊、扫地机器人这些相关的。长见识，在欧洲卖的东西这么不一样，这个绝对是我今年最需要的行动电源，单口输出最高140瓦。最多所有的出口可以到220瓦，而且还是带有萤幕的，所以你可以实时的看到每一个接口它们的输出是多少。这个值得拥有，我只能说，真不愧是IFA最大的冠名赞助厂商。TCL 是一整个馆，我们曾经开箱过他们家的智慧显示器，但是在这里他们展示的东西远远不止智慧显示器。智慧的冰箱、智慧的洗衣机，所有的家电产品都在这里。这一展全部都是跟影视器材相关的场馆有我们很熟悉的品牌，像 Hollyland 啊、Insta360， 当然我们的老朋友，还有 Toyota 啊等等的。今年 Insta360也是盛大参展几乎是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摆出来的。这边有 Ace Pro 2、X5， 然后 Flow 2 Pro， 包括了联名款，还有 Go Ultra 刚刚发布的白色版跟黑色版，当然。我自己最期待的就是由 Insta360 孵化出来的产品 Anti-Gravity A1 这一台全景的空拍机，这个是全透明的版本，这边有好几台，旁边也有一个试飞区，每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半，还有2点到4点钟，可以让民众来自由体验一下。这个真的必须要自己带上那个 GoGo 亲自试飞看看，你才知道那个爽感，就真的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 A1 本人，它的上面跟下面分别有2块镜头，就像 X5 一样，可以做到一个全景的视角。然后前面这边有避障，这个是它的 GoGo， 在右边的这个镜头是可以看得到飞行的画面的。
这个就是它的遥控手柄，就这样按了之后，它就往前飞。这边可以控制它的高低，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面的指哪打哪。试飞过后真的是非同凡响，而且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向大众去展示实体机，就在2025年的IFA上面。今天来到展位上面，不能带走飞机日，还不行，还不行，那能够带走什么？带走我们的袋子 ，Stickers，Anti-Gravity 的手款袋子，算吧。对，还有哪一个？还有哪个隐藏版的吗？有 Stickers， 哇哦，还有一只帽子可以送你。啊 ，yes， 来纪念品 get。这一馆的内容真的就是跟美妆跟健康相关的，所以有很多的智慧手表厂商都在这里。不见得所有的品牌我都认识，但是确实是可以有蛮多新发现。这一馆就是所有跟声音相关的，包括了刚刚有看到了 JLab， 就是我们即将要开箱的一些品牌，还有 Anker Soundcore， 我们也是之前有合作过的，几乎所有的领导品牌都在这里耶。这一馆很酷，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你在台湾会很难看到的东西，包括了 e-scooter 这些东西，在欧洲非常的盛行，但是在台湾现在目前就是卡在法规上面。当然少不了跟手机相关的，包括了手机壳啊、挂绳啊、充电线等等的。但是今天是开展的第一天嘛，9月5号 ，iPhone 都还没有发表，然后现场你已经可以看得到 iPhone 17相关的手机壳了。毕竟IFA也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展览之一嘛，那也会有很多的品牌选择在这一段时间，在这个地方发布新品。举例来说，都已经跑到德国柏林来参加IFA了，必须要来看一下三星吧。三星就在这里举办了新品的发表会，各种创新的 AI 家电，最新的 Micro RGB 技术，平板 Tab S10 Lite、S11 系列，还有 S25 系列的最后一块拼图 S25 FE 都是在这里发表的。这个就是三星在IFA的展区。超夸张！三星的智慧显示器，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这个我们在频道上面介绍过很多次。The Frame 系列、OLED 系列、Mini LED 系列，然后真心黑面板这些，全部在现场都看得到。我最有兴趣的是这一区，全世界首创的 Micro RGB 技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 LED 啊，放大镜之下长这个样子。那个是我们平常开箱的 Mini LED， 最右边的这个就是超小的 Micro RGB。整个三星的展区就是以 AI 支架为主题，让你看到各种现在已经上市的 AI 家电，还有各种未来的技术。第一次逛IFA，我还是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啦，因为真的太多东西可以看了，而且在欧洲看到的家电，真的就是跟亚洲不太一样，像什么泳池清洁机啊、花园整理机这一些的，你真的很难在亚洲看到。但是像台湾也买得到的追觅，这一次倒是也带来了很多吸引我的产品，而且是台湾也买得到的产品，像新世代全自动化带有自清洁红灯功能，台湾使用者偏爱的履带式扫地机器人，带喷洒清洁液刮板的洗地机，然后窗户玻璃的清洁机，欧洲旅游必备的轻便吹风机，还有带冷暖功能适合大饼数的空气清净机等等的，每一个产品都很值得独立开箱来去分享。未来有机会的话，再来跟大家分享。说真的，一天真的逛不完。还好我在媒体日的时候有先来逛几个比较大的场馆了。我觉得IFA真的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展览。如果你是对家电、创新、未来科技、电脑、音响，甚至是摄影相关类型的东西很有兴趣的话，我相信这个展你应该会逛得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家电，因为欧洲对于家电的重视程度真的，我觉得跟亚洲还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而且今天有很多的家电产品都是跟 AI扣在一起的，可以看到各家的品牌如何把 AI 加入到他们的产品当中，来去让民众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哇，大开眼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明年可以来啦。但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希望今天这一期的影片有让大家看到全欧洲最大的消费电子及家电大展的规模。我是艾文，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